接着我们来到最后一部分，关于 M.O.S.T Link 的实际的操作。在开始介绍我们的 software 的实际操作之前，我们需要介绍我们4种工作模式给大家认识。在模式1 Mode 1，我们称为 Normal Mode。这时候我们需要将 P1、P2 拉漏，它就自动会切到 Normal Mode 的状态。这个模式工作就如同是 Gateway， 它可以支援发送，也可以支援接收，是属于一种通透性的传输。而在 Mode 2， 就是我们将 P1 设 Low、P2 设 High 的时候，就会进到唤醒模式。在这个模式下， dongle 也可以工作如同 Gateway， 那差别是在 Mode 2的时候，它会带有较长的唤醒码，可以去将 Node 端，如果它是在 Mode 3 Power Saving Mode 这个状态下的 Node 唤醒。而 Mode 3就是所谓的省电模式，这时候我们需要将 P1 设 High、P2 设 Low， 这个主要是设在 End Node 上面，让它去进到一个半醒半睡的状态，以达到省电的这个需求，并且它会等待 Gateway 来把它唤醒。而 Mode 4我们称为 Setup Mode， 就是需要将 P1、P2 设 High 而进到这个模式。这个时候可以去对 Gateway 或是 Module 去做一个写入或读取参数的设定，而且这时候也是进到深睡的状态，模组会最为省电。现在我们要实际的来操作 M.O.S.T Link 这一个 tool， 我们可以进到它的目录 LoRa Link， 然后在这里有一个叫做 Group List.ini 档，我们把它开启。那需要注意就是当我们使用 Tracker Config Tool 那里，当我们去读取里面的参数内容的时候，它会有对应的 LoRa MAC。那以 EVK 而言，我们有2台的 LoRa Tracker， 所以需要请 User 能够把对应的这2台的 LoRa MAC 的 address 从那个 Tracker Config Tool 里面读取的资讯把它填过来，并且按存取。那接着就可以把它关掉，因为这个是作为我们等一下轮询的时候会用到的资讯。然后接着我们就可以点击 LoRa Link 去做实际的操作。现在我们来到 M.O.S.T Tool 实际的操作。当我们将 dongle 连接上 PC Compo 之后，我们可以按下 Scan， 选择合适的 Compo， 然后在 Command Area 这边我们可以按下 Start。 当按下 Start 之后，下面这2个 button 可以实际的去将 P1、P2 拉 Low 或拉 High， 以切换到我们需要对应的工作模式。比如说当我把 P1、P2 同时拉 Low 的时候，它会切到 Normal Mode。我们可以由下面的灯号知道目前我们的工作模式以及状态。那预设值这边是 P1 Low、P2 High 会在 Wake Up Mode。那这时候代表所接收到的这个资讯也会带 RSSI 值。好，我们现在要实际的进到关于 Device Mode Setting 这个部分的说明。首先 Checklist 这边在刚刚的 ini 档里面，我已经建入了我的2台的 LoRa Tracker， 所以可以在这边看到它们。那第二部分我们可以去设定 Tracker Mode 是在 Passive Mode， 也就是被轮询的一个状态下，它是需要收到 dongle 所下的 command 的时候 LoRa Tracker 才会回报。或是可以选择所谓的 Active Mode， 就是所谓的主动的定时回报，它会依据这个栏位所设定的时间，假设是10秒，我们让它每10秒回报一次。那若你需要有 GPS 的定位资讯，你需要 Enable GPS。那 GPS Pre-on Time 这边的意思，如果我设10秒的话，它是代表每次回报前会先用10秒做定位，之后才去回报 GPS 的定位资讯。若是在10秒就能
定位，它会回报 GPS 定位资讯，但是若还没有定位，它就会回报前一笔的定位资讯，并且带的是未定位的状态。那 vibration EVK 这边就是当 LoRa tracker 收到我的 command 之后，它需不需要带震动？它需不需要在一收到 command 的时候就先回复一个 EVK， 以告知我它收到 command？ 那我也可以选择勾 O， 这边是代表 tracker list 上所有的 LoRa tracker。当我勾 O 的时候去下 command set mode 的时候，这两台 tracker 会同时收到我的 command。那现在我的例子是希望我只针对1780这一台下 command， 所以我把勾 O 的选项取消。那当我按下 set mode 的时候，它会发出一个 command。这边你可以看到它出现了 send 的这个 command 的资讯。那同样这边它会 report 一个 EVK 的资讯，然后在我要求的10秒的间隔的时候，它会回报一个对应的正式的 report。 那这边我们需要做一个动作，就是按下 send to server， 因为透过我们的 ezfinder， 你们可以更直接的去看到这些 GPS 相关的资讯，但需要注意你们的 internet connection 是 OK 的，当按下这个按钮的时候才会有一个正确的作用。那我们可以上到我们 ezfinder 的平台上来看，在这个平台上我们可以看到有所谓的这个实时的地图。在实时的地图，当我有实际定位的时候，它在这边就会告诉我现在我的 tracker 在哪一个位置，以及它是最近收到资讯是什么时候。那我们也可以进到所谓的报告这边，选取对应的我们的 tracker 的类型，选择细节报告，你要观看的时间，那可以看要不要定位的资讯或是未定位资讯。那我现在先把它打勾。那我现在只要先看我的这一台1780的资讯。那当我按下取报告的时候，我就可以看见现在的时间是12点9分，所以对应到的现在我抓到资讯是每10秒钟它就会回报一次，而且它回报的状态是叫做定时回报，也就是 active mode 的回报。那这是它的经纬度。那因为目前我是放在室内，所以它是未定位的资讯。那它也会带电池的容量和 RSSI 值。那像我在稍早10点多的时候，我有实际的定位，所以我就可以看到这边的定位的现状是 3D 的 GPS。好，我们现在再回到主画面。那我现在希望对我的 tracker 设定这个被动的回报。那我这次希望这两台能够做轮巡，轮流着回报给我。所以我在这边下 command 的时候，我会勾选 All， 然后按下 set mode。那当我设定完后，我可以这个 clear 一下，因为我觉得我的画面有点太多资讯了，我把它清空一下。那在 passive mode 的轮巡回报中，我需要做第二部分 operation 的 setting。比如说我希望 enable GPS， 它会出现 max GPS fix time 要多久。假设我设10秒，是代表在每次定位前，我最长定位时间给它10秒。若它提前定位，它就会提早送这个定位的 GPS 的 report。若是它超过了这个时间仍未定位到，它就会送未定位的状态，但带的 GPS 的资讯会是前一笔的定位资讯。那这边预设值 log file 跟 server log 我都会让它打勾，这两个部分打勾是代表我在原始安装 M.O.S.T 的资料夹里面就会可以看见它的原始的 log file 的档案。那这边勾选 EVK 跟 vibration 就代表它收到轮巡指令的时候，它也会带 EVK， 然后它也会带震动。那下面是我希望它的是多久
的这个轮询的间隔，假设我这边是设15秒，然后把它 update 一下。那接下来我就可以按 Scan Start， 让它实际的去开始进行轮询。要稍微等一下，现在它发出对0980这一台的轮询 command， 然后0980回复 EVK， 然后接着它回报 report， 然后现在是对第2台发轮询。那我们可以在 ezfinder 的平台上也可以看到对应的资讯。我们选择报告，然后选择同时对这2台来做观看。当我按下去报告的时候，我可以看到这边的 LoRa Maker 有0980也有1780，那它的回报类型是 ping 回报的模式。因为现在都是放在室内，所以是未定位的资讯，那它的时间就是会是现在即时收到回报的时间。那这边一样会带电池容量跟 RSI 值的强度各是多少。好，现在我们再回到主画面。那我现在想要停止这样的轮询，我就把它按 Scan Stop， 然后把讯息 clear 一下。除了有以上这2种 Passive 跟 Active Mode 以外，我们这边还有一个叫做 In-Device Device Check 的功能，它等于是立即 ping 的一个功能。比如说我现在不 enable GPS， 我立刻去 ping 我的 tracker， 那我在 checklist 上我选择0980这一台，然后去 ping 它，然后立刻它会回传 EVK 并 report 给我。那同样在 ezfinder 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笔的资讯，我们把它更新一下，会看见这一笔资讯16:23分的资讯，它是属于 ping 回报的模式。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以上针对 DVK Kit 有 support 的部分所做的介绍。那在最右下角这个是否 DVK 的部分才会用到的 dongle to dongle test， 我们会在 DVK 的套件里面再做另外的介绍。那当我们使用完后，我们可以很简单的 stop 这个程式，然后可以从 file 这边 exit， 或者从右上角这个叉叉做关闭都可以。谢谢大家使用我们的产品。